欢迎关注 Agent 创世纪。本期我们解读来自 Meta 的顶级研究成果。这项研究深入探讨了当大模型处理长文本时，中间的信息为何总是被忽视。研究者利用纯数学的毕氏解，揭示了 Transformer 架构固有的几何偏差。这种失去在中间的规律，并非源于训练不足，而是底层拓扑结构的物理宿命。这种几何偏差在应用中表现为典型的记忆黑洞。当 ChatGPT 等模型处理超长文本时，其检索准确率呈现显著的 U 型分布。开头的信息由于首位效应准确率极高，末尾信息则受到近因效应的保护。然而，位于中间的橙褐色区域却成了关键信息彻底丢失的盲区。这种分布差异揭示了模型在处理长上下文时的天然局限。业界常将中间迷失归咎于两类误解。一类认为首位效应是训练出来的 attention sinks 策略，另一类则归结为位置编码 OPE 导致的距离衰减。但研究者发现，即便没有训练数据，失忆现象也依然存在。这说明中间迷失并非后天习得，而是更深层的物理特性。这个 U 型曲线在模型初始化的第0步就已经锁死。研究表明，即便在看到任何训练数据之前，这种结构性的记忆缺失就已经存在。实验证实，旋转位置编码对初始拓扑没有影响。这种现象是带有残差连接的因果解码器所固有的几何物理属性。为了查明这种几何属性的来源，我们需要通过赛博解剖直击底层路由。研究发现，前馈网络和归一化层仅改变信号幅度，并不影响水平路由的拓扑结构。真正的关键在于因果掩码和残差连接这两个核心器官。因果掩码构成了信息在时间维度上的漏斗，而残差连接提供了跨维度的跳跃通道。正是这两者的博弈锁定了 Transformer 内部的信息轨迹。因果掩码通过拓扑复利效应形成了所谓首位长尾，每层注意力都在对过去的 token 进行因果平均。随着网络深度增加，最早的词会处于无数积分路径的最上游。在数学连续极限下，开头的梯度影响呈现出对数级发散。这证明了 attention sinks 并非训练玄学，而是源于纯粹的结构特性。与首位效应相对应，残差连接为最新输入的词提供了特权通道。这种路径隔离机制允许最后一位 token 拥有一条直达输出的传送门。它完全绕过了因果矩阵的积分与平均，从而免受信号稀释的影响。在数学分析中，这形成了一个 O1 量级的绝对锚点。因此，最新的信息总能以极高的保真度传递到输出端。当这两种机制发生碰撞，中间位置就注定会迷失。早期的词受益于上游拓扑复利，末尾的词则依靠残差连接的特权通道。夹在中间的词最为尴尬，它们既缺乏足够的复利积累，又无法绕过复杂的因果混合。最终，这些中间信息遭遇了严重的分数稀释，在传输过程中逐渐变得稀薄。这种差异化待遇导致了模型记忆的塌陷。中间区域的信号衰减并非线性的，而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阶层级死角。由于混合卷积的数学特性，中间位置的影响力会随着网络深度 H 的增加受到阶层级别的抑制。这意味着网络越深，中间信息的梯度影响就越接近于0。这种拓扑深渊对信息检索极度不友好，构成了物理意义上的死亡之谷。研究者对24层的克努2模型进行了临床测量，在随机初始化且未经训练的状态下，测量了其输入输出的雅可比范数，结果与理论毕氏解完美吻合，相关系数达到了惊人的 0.99。曲线呈现出平滑的非对称 U 型，包含左侧对数衰减与右侧绝对尖峰。这有力地证实了理论预言在真实复杂架构中完全成立。实验进一步破除了关于旋转位置编码的迷信。对比移除 ROE 与保留 OPE 的初始模型，发现两条曲线在几何上完全重合。这是因为在随机初始化时，向量分布是各项同性的旋转效果，在期望上相互抵消。这意味着业界流行的通过拉平位置编码来优化长文本的做法，其实只是在治疗表面症状，并未触及中间迷失的几何病根。这种拓扑规律具有跨架构的普适性，即使是使用绝对位置编码 Layer Norm 和 GLU 激活函数的 GPT-2 Small 也展现出了精确一致的基线拓扑。无论具体组件如何替换，只要保留了因果掩码与残差连接，
这种不对称的 U 型山谷就是不可违背的物理铁律。这证明了该现象是 Transformer 范式深处的共性问题。在预训练过程中，模型会尝试对抗这种几何宿命。蓝色的 Step 0曲线代表几何骨骼，而红色的 Step 100曲线则代表生长出的非线性血肉。通过激活分数通路，模型开始产生大量局部尖峰，试图在深谷中抓取有用信息。但从宏观上看 ，U 型峡谷的底部从未被真正填平，相对深度甚至随训练进一步扩大。这种几何偏置表现出尺度不变性，形成了一种分形 U 型特征。当对长文本进行每300词的强制截断时，初始化状态的模型依然保持全局平滑的 U 型。但预训练后的模型会在截断边界处长出尖锐的探测器，形成周期性尖峰。这说明，每当注意力在不同内容块边界起作用时，因果残差、深谷都会在局部重演。即便增加训练量，也难以靠大力出奇迹填平这个山谷。这是因为反向传播存在致命的不对称性。更新中间位置的梯度在回传时会遭受与正向传播相同的拓扑衰减，这导致中间位置的等效学习率比两端慢了一个阶层级别。在如此强大的几何逆风面前，优化器只能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，转而过度依赖文本的开头和结尾。这些数学证据带来了范式转移，打破了过去许多行业常识。首位效应并非模型主动学会的 attention sinks， 而是因果拓扑复利的产物。近因效应也不完全由 ρPE 衰减导致，其核心其实是残差连接提供的无损传送门。最关键的是中间迷失，它源于阶层级的稀释死角，而非训练数据分布不均。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天生的架构缺陷，而非训练策略问题。我们可以通过诊断清单直观对比初始化与预训练的效果。随机初始化状态下是绝对平滑的 U 型曲线，预训练完毕后，虽然长出了带有局部非线性尖峰的 U 型包络，且能在文档边界形成探测尖峰，但中间死亡谷的低位依然存在。标准目标函数无法抹平这种深层的低谷。可见，预训练只是在骨干上填充血肉，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骨架本身的畸形。综合来看 ，Transformer 的路由几何学揭示了3大核心结论。首先，架构本身不仅是数据的容器，更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的物理地形。其次，线性的 value 通路在数学上构成了不可见的逆风，阻碍了信息的均匀流动。最后，即便通过训练优化的非线性通路，也必须在运行中永远对抗这种来自底层结构的逆风。这为我们理解模型行为提供了全新的拼图。面对中间迷失的物理困局，未来的研究需要寻找破局之路。首先，应当放弃对位置编码 ρPE 的表面修补，转而直面底层架构的拓扑。在数据层面，需要通过极度过采样的针对性实验，迫使注意力跨越阶层级的数学深渊。同时，现有的预测下一个词的目标函数缺乏靶向性，应当引入针对中间上下文的强制课程学习。只有重塑训练目标，才能从根本上填平这片死亡之谷。该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技术参数。研究者基于连续极限下的 Cesaro 矩阵算子进行原理分析，并在24层的 QN2 以及多层 GPT-2 模型上进行了实验验证。通过测量输入输出雅可比范数，发现其实验数据与数学推导高度吻合，相关指标如 Spearman 系数达到 0.99， 充分证明数学逻辑与架构表现的一致性。可以说，架构本身就预示了模型的宿命。中间迷失现象并不是模型的后天退化，而是它诞生时的原始底色。Meta 的这项研究通过精确的数学地图，向我们展示了 Transformer 架构在物理层面的局限性。既然看清了这片几何意义上的死亡之谷，未来的技术突破就不应再纠结于外围的修补。精准对抗这种底层的拓扑逆风，将成为提升大模型长文本处理能力的下一个关键方向。